最近中国标杆房企万科的美元债暴跌，市场一片恐慌。这可不是什么小事，要知道万科可是中国房地产的定海神针连曾经喊出活下去口号的万科都快活不下去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房地产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咱们先来看看数据。根据最新披露的财报，万科2024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简直惨不忍睹，短期债务从2023年底的620亿暴增至1168亿元，但现金流只剩下797.45亿。大家算算，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万科的现金短债比只有 0.66， 连短期债务都还不上了。再看看销售数据，2024年全年销售额才2460亿元，比2023年的3761亿元暴跌了 35%。这跌幅简直是断崖式下跌更糟糕的是，2025年万科将迎来巨额债务到期潮。据 DM 查债通统计，仅2025年一年，万科就有16笔境内债券到期，本金高达326.4亿元。另外还有2笔境外债，本金约66.4亿元。光是2025年一季度就有98.9亿元债券要兑付，二季度还有2笔美元债到期，约36亿人民币。这么多债务压顶，万科怎么扛得住？但真正吓人的还在后面。我给大家算一笔账，截至2024年11月30日，万科旗下的武汉玉天项目负债总额高达467681.04万元，净资产才348877.71万元，去年前11个月就亏损了3389.5万元。就这样一个资不抵债、持续亏损的项目，万科还要给他做20.4亿元的担保，这不是在饮鸩止渴吗？更令市场担忧的是，万科的债券价格已经出现暴跌。1月9日，22万科02暴跌超 15%，22万科06跌超 6%。到了1月10日，21万科06的价格更是跌到了57元的历史新低。美元债也好不到哪去，2027年到期的债券已经跌到49美分，这意味着市场预期违约的可能性超过 50%。这种情况下，万科只能通过卖资产来回笼资金。2024年上半年，他们卖掉了上海七宝万科广场 50% 股权、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地块、上海南翔印象城 Mega 48% 股权等，勉强套现了 93.4亿元。但这又能撑多久呢？卖资产就像割肉，迟早会割光的。看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当年万科董事长郁亮喊出的活下去口号。2018年的时候，这还只是居安思危。到了2020年，郁亮就说这已经成了真实的存在。而现在呢，恐怕连活下去都成了奢望。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连万科这样的标杆房企都撑不住了？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寒冬，而且这个冬天看不到尽头。咱们来看看最新数据。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4年11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里，有59个城市的新房价格环比下跌，这是连续第5个月下跌了。更要命的是，2024年前11个月的数据简直触目惊心，全国房地产投资同比暴跌 10.4%， 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暴跌 14.3%， 销售额更是狂跌 19.2%。而且市场积压的库存越来越多，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暴增 12.1%。想想看，卖不动的房子越来越多，新开工的却越来越少，房屋新开工面积减少了 23%， 竣工面积更是萎缩了 26.2%。这说明什么？说明开发商已经快要放弃了呀。再看看这几年的债务违约情况，据标普统计，仅2021年到2023年这3年，就有超过50家房企发生违约或无法偿还债务。
2024年更惨，光是上半年就有碧桂园、金辉集团、朗诗绿色、迪马股份、雅居乐、富力地产等6家大型房企相继违约。就拿华南五虎之一的富力地产来说，截至2024年10月底，他们的有息债务逾期高达351.96亿元。从2021年到2024年上半年，短短3年半时间就亏损了547亿元，现在已经被广州越秀区法院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有人说，政府不是出台了很多救市政策吗？比如什么4个取消、4个降低、2个增加。但说句不客气的话，这些政策都是在炒冷饭。从2024年5月份开始就陆续在实施了，结果呢，不但没能阻止房地产持续下滑，反而让情况变得更糟。就说那个号称要增加到4万亿的白名单信贷规模，结果富力地产被列入失信名单，连模范生万科都快违约了。这不是白纸黑字写着政策失败吗？真正可怕的是，很多分析师认为2025年房地产市场可能会更惨。摩根士丹利预计2025年房地产销售额将下跌 12%， 房价将较2024年11月份再跌将近 10%。 惠誉的预测稍微乐观一点，但也认为明年房价还要跌 5%， 新房销售面积还要跌 10%。 对了，说到楼市，最近住建部联合5部委开了个新闻发布会，提到今年要完成100万套城中村和危房改造项目。听上去很厉害是不是？但专家们都说这是在药不对症。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房子不够，而是空置率太高，供给远远大于需求。你说这种情况下再建100万套新房，不是火上浇油吗？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以前房价总是涨，现在却怎么都涨不动了呢？其实答案很简单，支撑中国房价上涨的所有逻辑，现在都已经不存在了。咱们来分析分析。首先是人口红利消失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中国人口已经连续第2年负增长，减少了208万人。2024年的数据更惨，出生人口跌破900万，创下了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人都在减少了，谁来买房呢？第二个支撑房价的逻辑是城市化进程。但现在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 65%， 基本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了。农村人口越来越少，新市民红利也就没有了。再想靠城市化来拉动房地产，那是做梦。第三个逻辑更吓人，杠杆率。中国的整体债务占 GDP 比重已经超过 300%， 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更是达到了 62%。说白了就是老百姓已经背不动债了。根据央行的数据，2024年新增居民房贷只有 1.2 万亿，比2023年暴跌了 65%。这说明什么？说明老百姓不敢借钱买房了呀。再来看第四个逻辑，投资价值。过去20年，中国房价年均涨幅超过 10%， 买房稳赚不赔。但现在呢？70个大中城市房价连续跌了5个月，二手房更是惨不忍睹。深圳有的学区房以最高点跌了 40%， 上海一些豪宅跌了 50%。现在买房不是投资，是在填坑。那有人说了，政府不是在救市吗？但我要说的是，这次不一样了。以前政府出台救市政策，房价很快就能回暖。但现在你看看，从2023年开始密集出台政策，不但没见效，反而跌得更厉害了。为什么？因为政府的子弹也打光了。咱们算算账，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超过100万亿了，光是今年到期的债务就有 9.6 万亿。银行不良贷款率创新高，去年前3季度光是房地产相关的不良贷款就新增了3200亿。这种情况下，政府根本没有能力
再大规模救市了。更要命的是，现在连最后的定海神针万科都快扛不住了。大家想想，一个国有背景的标杆房企尚且如此，其他中小房企还能活多久？不要忘了，房地产可是占中国 GDP 的25%啊！一旦崩盘，整个经济都会遭殃。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在上周，深圳一个高档小区业主集体降价卖房，直接把周边二手房价格打跌了30%。结果你猜怎么着？不但没人买，反而引发了更多人恐慌性抛售。这不就是典型的踩踏效应吗？所以我说，这不仅仅是房地产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经济转型的阵痛。没有了房地产这个发动机，中国经济要找到新的增长点，谈何容易？更何况现在外资在撤离，人口在老龄化，大环境也不好。这么说吧，未来3到5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估计都看不到曙光。那些指望房价会像以前一样疯涨的人，最好趁早醒醒。